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说个男人舔狗的案件，内容非常狗血，请广大男同胞慎重观看。看完后，如果血压飙升，请立即3连。故事发生在2019年7月2日的韩国。当地灵堂正为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举行着葬礼，前来吊唁的同事在和亲属打招呼后纷纷叹气摇头。这份无奈不仅有对同事易相业的同情，还有对同事娇妻无声的控诉。在所有人默默哀悼时，去世主人的妻子李恩熙却悄悄和一个男人走进丈夫房间，偷偷进行不可描述的激烈防震运动。40分钟后，两人才从房间出来。关门时，男子还调戏了女子。在转角的姐姐默默看到了一切，她知道弟弟的死肯定和这个女人有关，暗自发誓一定要找出真相，戳穿这个女人的杀夫阴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故事得从6月25日说起。当天早上，尹相业办公室的手机一直在震动，但尹相业在隔壁会议室开会，根本就不知道。电话是从保险公司打来的，又到了交保费的日子，可偏偏他总是在这天忙得不可开交。无奈的保险公司只能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李恩熙。和忙碌的丈夫不同，妻子李恩熙此时正在家中悠闲地对比着化妆品，计划着明天和闺蜜去哪里购物。拿起电话，保险公司业务员告诉他，由于投保人多次逾期，所以夫妻俩得在7月1日前到保险公司进行面谈，否则这几份保险单全部作废。挂掉电话后，妻子李恩熙苦苦央求的口气立即变为骂街妇女。为了这些价值8亿韩元的保险，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5天后的6月30日，像往常一样，为了减轻丈夫工作压力，她联系几个好友，约定在京畿道的嘉平谷瀑布游玩。分别是2对年轻夫妇赵某以及自己和丈夫。在见到妻子好友后，尹相业似乎有点尴尬，因为包括妻子在内的这群人中，只有他自己是个大叔，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根本插不了嘴，只能默默在空地一边为大家搭建帐篷和准备食物，一边看着自己29岁妻子和朋友的谈笑风生。尤其是一个叫做赵某的男子和妻子最为亲密，两人从见面开始就几乎形影不离聊着天。由于当时正值酷暑，所以离开之际，妻子提出再玩次瀑布跳水，可丈夫从小就是个怕水的人，所以连忙拒绝了妻子的请求。但妻子李恩熙一脸娇羞，引诱丈夫下水，毕竟1回生2回熟，啰嗦好一阵子的丈夫战战兢兢来到悬崖边，慌忙深吸了几口大气后就扑通跳下。可入水没过几秒钟就被呛得不行，丈夫开始大声呼救。闻声而来的赵某立即向他游去，在岸上的人看到赵某去搭救后，就离开悬崖边开车返回。可直到上车前，一行人都没等到赵某和尹相业，于是朋友担心水下2人是否出现意外，便又匆匆回到悬崖边到处寻找2人。可当他们找到2人时，却发现李恩熙的丈夫尹相业已经溺水身亡，只剩下上气不接下气的赵某。当地警局接到报警后，对在场所有人录了一份口供，初步检查了死者尹相业，但没有发现明显异常。尹相业的姐姐知道自己弟弟去世的消息后，觉得非常疑惑，弟弟是个从小就不沾水的人，怎么会突然溺水身亡呢？按照警方的说法，弟弟溺水求救时明明有人去救，为何还会去世呢？当警员告知是弟妹朋友赵某下水救人时，姐姐就更怀疑弟弟是被人谋杀，嫌疑最大的就是赵某。介绍赵某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下尹相业和李恩熙这对夫妻的故事。李恩熙和尹相业原本是上下属关系，一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漂亮女性，一个是年薪38万元人民币的单身中年大叔。一来二去，两人擦出跨越年龄鸿沟的火花，走到一起。周围人对他们都非常羡慕。女方找到了成熟稳重、事业有成的男人，男方找到了貌美如花、羡煞旁人的娇妻。所以2017年时，尹相业就提出结婚的想法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开始变味了。步入婚姻殿堂前，尹相业拿出自己4亿韩元的存款，父母1亿韩元的借款，
以及银行的4000万借款，东拼西凑之下，终于在仁川买下一套婚房。可让男方家人不解的是，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女方任何家属。尹相业也曾提出几次要上门提亲，但都被李恩熙以各种借口拒绝。最后两人连酒席都没摆，只拿了身份证明注册登记。如果说大家觉得这尚可理解，那接下来小袁要说的内容就有点不可思议了。在李恩熙和尹相业两人结婚后，妻子便辞掉工作，成为全职家庭主妇，并要求丈夫上交每月工资，每月定时寄钱给远在农村的娘家。这点妻管严尚且不算什么，可媒体偏偏发现丈夫尹相业还有脑残炎。结婚没多久，两人就分居生活。丈夫为了工作方便和节省开支，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半地下室独居。在最落魄的时候，尹相业口袋里居然连吃饭钱都没有。他的朋友证实，尹相业曾向他们借钱。有一条短信原话是这样的：工作日时，公司有提供伙食，但周末就没办法了，2周瘦了14斤。朋友于心不忍，马上为他转了10万韩元，但穷得连鞋子都舍不得换的尹相业只收了其中3000韩元，约合人民币20元的吃饭钱，然后把剩余的钱全部退还给朋友。这便是丈夫头悬梁锥刺股般的困境。那妻子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呢？根据邻居的介绍，李恩熙经常外出购物，总是有陌生朋友进入家中，偌大房子只有她和闺蜜独自居住，每个月水电费都是丈夫代为缴纳。更奇葩的是，在婚后没多久，李恩熙居然凭空冒出一个女儿，男方父母当场被气晕。说到这里，尹相业的姐姐潸然泪下，她不希望自己弟弟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。如果说男人喜欢漂亮女人无可厚非，但像弟弟这般舔狗却不得善终，那就不能忍了。可到了这里，奇怪的事情依旧没有结束。在葬礼举行当天，妻子李恩熙不但与赵某偷偷防震，第二天时，妻子还指引赵某搬走丈夫电脑主机。1个月后提出要外出散心，但网友看了冲浪的社交照片后纷纷质疑，这是刚死掉老公的人。为了寻求舆论帮助，葬礼后尹相业姐姐将事情全部告诉了韩国电视台。节目一播出，李恩熙就遭到韩国网友铺天盖地的指责。而李恩熙为了证明自己清白，就晒出和丈夫水上游戏的亲昵照片，可她很快就被水上游乐场工作人员打脸。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，我对他们2个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那个男人很明显不想玩水，但禁不住他妻子的一再辱骂，最后迫不得已才玩了一次。最终李恩熙一纸诉状把电视台告到法庭，还向其他电视台控诉保险公司耍赖皮，不赔偿自己丈夫8亿韩元，约合460多万元的保险费。对此，保险公司表示，不是我耍无赖，是你丈夫死得不明不白。我们前脚刚要和你丈夫确定保险事宜，后脚你不沾水性的丈夫就溺水身亡，直接赔钱给你，我难以服众啊。所以得等到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后才能理赔。虽然电视台没有继续播出这对夫妇的故事，但各路记者和网友却是一直热情不减。案发后，有记者采访了当天参与游玩的几个当事人，他们被李恩熙已经结婚的消息震惊。因为聚会时，李恩熙一直以欧巴称呼尹相业，韩语欧巴含有哥哥的意思，所以他们一直以为两人是兄妹关系。他们还以为李恩熙还在和赵某交往，因为聚会上两人非常亲密。在这些事情被公开后，有个男子向媒体爆料称李恩熙就是个骗子，他称自己在3年前和李恩熙交往，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对方却突然失踪，并且还卷走自己部分钱财，直到他被媒体报道后才知道他还在继续骗人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尹相业的死和他妻子有关，甚至很可能与第三者赵某合谋杀夫骗保。韩国网友在同情尹相业的同时，也评论说：“兄弟，舔狗舔到你这份上，你可真丢我们韩国男人的脸。”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几件事情。其一，描述尹相业溺水过程的人是李恩熙其中一个好友，至于他所描述的经过是否真实，还有待商榷。其二，当地警局是接到报警并派出救援队的时间是当晚8点半左右。其三，在峡谷瀑布下方有个3米深的洞，案发前经常有人在那里潜水。
目前韩国论坛上有几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妻子李恩熙和第三者赵某合谋杀害尹相业。根据其中一位当事人的说法，是李恩熙提出离开之前再次跳水。如果真的是李恩熙和赵某两人合谋，那就应该先把另外4个朋友支开。为保险起见，李恩熙肯定会和他们一同从悬崖边走回公路，而滞留在悬崖边上的赵某开始怂恿尹相业跳水。在确定他们不在几个人的视线范围内后，赵某要么是故意把尹相业推下水，要么就是向他说自己水性很好，有他在身边不用担心安全，然后自己先跳水，并故意游向另一边，待尹某下水开始挣扎时，再假装慢慢朝他游去救他。况且当时天已经黑下来，峡谷周围根本没有人能看到赵某到底做了什么。第二种说法是第三者赵某单独谋害尹某。通过旁人的口供，不难发现赵某和李恩熙关系不一般。李恩熙婚后突然冒出来的女儿，很可能是他和赵某所生。在知道李恩熙离开自己，抛弃女儿，嫁给尹某后，妒忌心和仇恨感冲昏他的头脑，于是开始了复仇计划。也许赵某真的很聪明，他故意在葬礼上和李恩熙偷偷防震，故意搬走尹某电脑主机，为的就是把矛盾焦点指向李恩熙。他知道那份价值8亿韩元的保单就是李恩熙最好的疑点。第三种说法是尹某自杀说。韩国 SBS 媒体曾爆料，在案发前1年，尹某曾说了这样一句话：39岁愿意捐献器官。自己明明这么深爱妻子，可从爱情到财产，妻子却一直让他伤心。在前往峡谷度假前，他知道又要向保险公司交保费，他更知道这次如果自己没能及时到保险公司确认保险合同事宜，那保险合同效力将发生改变。他选择在峡谷度假这个节点自尽，为的是报复妻子，让妻子1分钱都拿不到。不知大家觉得哪种说法更有可能？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